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被美国法院裁定大部分为非法。前几天，他对学术圈下手，威胁要取消哈佛国际留学生的签证，这是否也违法呢？今天，不同德语媒体报道，美国将撤销所有中国留学生签证，这对那些已经在美入学或即将赴美的人来说，犹如晴天霹雳。美国到底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竟然如此忌惮外国，特别是中国，这反映出美国的不自信，标志着美国的衰落吗？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一台对此事的报道。美国将撤销中国留学生签证，北京震怒回应。在美外国留学生的处境恐将日趋严峻。根据最新计划，特朗普政府已对中国留学生实施更严格的签证标准。美国政府正加紧对外国留学生的政策，计划撤销在美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宣布，其部门将与国土安全部合作，积极撤销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或就读敏感专业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此外，所有来自中国内地及香港的签证申请标准都将被重新修订，未来需接受更严格的审查。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学生、哪些专业将受居留许可撤销影响，以及是否会有例外规定。北京方面震怒回应，中国外交部表示，已就无理撤销签证提出严正交涉。北京一位发言人指出，美方这一歧视性做法彻底揭露了美国自诩的自由开放谎言，此举将进一步损害美国的国际形象。据国际教育协会数据，2023年、2024年学年，约有27.7万名中国学生在美高校就读，中国仍是仅次于印度的第二大国际学生来源国。对许多美国高校而言，留学生是重要收入来源，他们通常需支付远高于本土学生的学费。与美国高校争端升级，美国近期宣布将无限期停止发放学生签证，全球各领事馆已接到通知，正在制定新的签证发放指南。受影响的还包括持 F、M、J 类签证的交换生、实习生和互惠生。与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类似，新规要求加强对签证申请者的审查，包括核查其社交媒体上的所谓敏感内容。这两项政策出台之际，美国政府与哈佛大学等精英高校的争端正持续升级。这些院校招收大量国际学生，政府辩称其针对哈佛等校的行动，部分原因是这些机构对亲巴勒斯坦抗议，批评以色列及反犹主义行为打击不利。好，现在看看这家媒体在 X 平台上网民的评论。第一条评论：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同样高达数十万，且均集中于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当初如此慷慨的与具有侵略性的竞争对手共享我们的知识财富，实非明智之举。继续往下，不愿培养死敌，反遭其知识反噬，这其实不足为奇，这本应是最基本的常识判断。可惜许多人，尤其是媒体从业者，已丧失这种理智。再往下，中国人简直什么都抄袭，连大学教授讲的内容都不放过，这肯定是他们的教育方式造成的。德国知识点评：这种三段式吐槽很德国，很西方。事实是，中国2023年研发投入达470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2025年研发投入估计更高。Nature 也就是自然指数显示，中国原创科技论文数量已超过美国。欧盟知识产权局报告，中国专利侵权诉讼量实际低于日韩两国。下一则，反正为时已晚，中国抄袭大师早已把技术都搬空了。再往下，这个所谓的国家从来都只是民主的幌子，所谓开放世界，实则走向封闭。下一则，就连这里的大学也被左翼极端分子占据，这些人都是从各处搜罗来的。美国现在的做法完全正确。
继续往下，终于又见高明外交，搞不懂就遣返政策重出江湖。中国留学生太危险，他们说不定会带来新思想，更糟的是还可能带来事实。再往下，得了吧，卢比奥自己都是墨西哥裔，这算哪门子操作？好朋友们，没有翻译的大部分评论都很短，有的只有1、2个词，但都是赞成美国的做法。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另一家德国主流媒体德国时代报的网民评论。第一条评论：哎呀，那他们岂不是连最优秀的科学家也一块儿丢了？中国很多大学生入党就是因为有好处啊。我老婆也是从10多年前读本科时就入党了，但从来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就是交个象征性的党费而已。不过嘛，反正现在的人对关于中国的任何无稽之谈都照单全收，比如所谓每个中国人在海外都强迫当间谍，这种只有阴谋论者才想得出来的鬼话。我强烈建议亲自去中国看看，30天免签政策足够让人大开眼界了。我们看跟帖，或许关于海外华人的传言确实有夸大之处，但无可争议的是，中国对美国实施了最具侵略性的贸易政策，作为邻国也最为强势，同时还是一个鲜少顾及人权的专制国家。在我看来，绝非度假胜地，普通游客只是走马观花，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开阔眼界。继续看这条跟帖吧。在中国，入党并非简单的加入，而是需要提出申请，经过对申请人和候选资格的严格审查后才做出决定，每年公布一次结果。届时有人愁眉苦脸，也有人会骄傲地佩戴上新党徽亮相。中国留学生当然不会集体被强迫从事间谍活动，但需要定期提交关于学习环境的报告，包括中国同学的表现。我还没有见过单独行动的中国留学生，每个院系至少3人一组，周围同学和教授的反华倾向、有趣的研究领域等零散信息。虽然间谍一词有些夸大，但数百万份此类报告拼凑起来也能形成情报，尽管名义上是自愿或建议，但若不遵守，下学期可能就得去中国普通地方省大学了，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强制。30天的中国之旅确实会让人惊叹于巨型城市、飞速准时的高铁、自然美景和历史遗迹，或许还会磨出几个鸡眼。然而，精密设计的审查制度和几乎渗透深合各个领域的监控评分体系却很难被察觉，但这的确是某些人梦寐以求的老大哥式管控。下一则，这倒是罕见的，或许也适用于欧洲的措施。我们不该为所谓共产主义政权中那些反民主的党员提供教育支持。继续往下，经济与间谍活动，确实人们可能会对此感到惊讶或皱眉，但看看俄罗斯在德国安插数百名人员以进行协作的例子，美国采取类似举措不仅合理，甚至势在必行。美台关系一直是中国的眼中钉，中国自然也会在美国安插间谍，就像俄罗斯在德国所做的那样。多年来，中国通过窃取海外技术和专有知识，节省了大量研发成本。毕竟，没有人愿意喂养那些最终会反咬自己一口的人。看看我们政客在处理普京或能源供应问题时的天真幼稚，其他国家早就采取行动自我保护了。我们自以为比别人聪明，到头来却要依赖他们的情报成果。下一则，中国毕竟是美国和欧洲的重要竞争对手，我一直不太了解为什么美国以及欧洲还要花钱负责培训自己的竞争对手，甚至如此轻松地将本国研发的科技知识拱手相让。最后，我们来看看德国《世界报》对此事的网民评论。第一条评论：这样做就对了，何必培养敌人？难道还指望他们中有人会为我们效力？这可不值得。
继续往下，美国大学如此依赖付费留学生的现状确实存在问题，这不仅挤占了本土学生的名额，也让人质疑教学成本效益。几十年前，在留学生潮尚未兴起时，大学财政不也运转良好吗？纽约时报最新报道显示，美国部分高校留学生比例高达50%，我认为这一比例应控制在10%到15%之内，尤其不应接纳如此多中国留学生。反过来，中国是否允许同等数量的外国学生在其顶尖学府就读呢？再往下，事实上，中国人往往确实更优秀，就连在美国出生的华裔，也就是美国人，也常常更出色。这本质上源于中国文化与阿巴拉契亚山区文化等等的差异。下一则，20多年来，众所周知，每个中国留学生在出国前都必须向共产党签署声明，承诺完全为党的利益服务。他们还需定期向领事馆报到并提交报告，待其归国后，技术和知识都将依照党的意志进行转移。奥地利广播电视台、德国之声、Corrective 等媒体对此均有完整档案和纪录片为证。然而这些从未引发任何后果。数十年来，我们持续将全部关键技术转移给一个公然反对我们所有价值观的政党和国家。若这都不算彻头彻尾的疯狂与愚蠢，什么才算？继续往下，确实如此，但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至少还需要支付学费，而在德国，以国际友谊的名义，他们甚至都能免费接受教育。这一切真是有点疯狂啊！再往下，中国有27万在美留学生，这个数字高得离谱，我根本没想到会这么多。原本猜测可能只有3000或5000，当初怎么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呢？西方几十年来一直在向一个公开敌视我们、企图统治世界的政权输送全部关键技术知识，这个数字实际上应该立即归零。我们看跟帖，这些人就是西方知识的化身，他们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做研究，但如果特朗普把他们遣送回国，他们就会在中国继续研究，那美国就彻底输了。毕竟靠中西部那些农民，美国可赢不了尖端技术竞争。下一则，特朗普给美国造成了又一记重创。这些留学生每年带来数十亿美元的学费收入，而数万名博士生在美国，博士生也被计入学生统计，以近乎免费劳动力从事科研工作，维持体系运转。没有他们，这个系统就会崩溃。看跟帖，这种想法太天真了。你显然不知道中国人在美国大学里都干了些什么，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如此而已。再往下，如今美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往往都有亚洲血统。如果美国把这些人遣送回国，那与中国竞争就已经输了，届时美国将再无胜算。下一则，事实上，华人往往确实更优秀，包括那些在美国出生的华裔，也就是美国公民。这本质上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源自中国，与阿巴拉契亚地区的文化形成鲜明对比。那些乡巴佬们可是投票给唐纳德·特朗普的。继续往下，尽管这种技术窃取已经持续数十年，但中国军机的压倒性优势仍令我感到震惊。是时候清醒了。目前除了地理距离，我们已无任何优势能与中国抗衡。有人抱怨德国汽车企业在华遭遇挫折。2000年至2010年间，我常驻中国，当时就深感不解。中国人从来只想要技术，别无他求，德企却全程配合，接受不公平合资，默许技术窃取，近乎白送专利。如今呢，想起瓦尔特·乌布里希的老话，不追赶就实现超越，现在看真是讽刺。看跟帖，事实就是如此。我认识一些在中国长大的中国人，
自认为对他们的心态略知一二。如果外国人蠢到把技术拱手相送，任由自己被窃取、欺骗，那就别指望能得到中国的同情，更别奢望对方会投桃报李。中国人说一套做一套是典型做派，但天真的德国人就是不愿认清这点。下一则，27万，我第一反应是这个数字至少多了一个零，如果属实，那情况就再清楚不过了。中国某些领域25年、30年来突飞猛进的研究实力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窃取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技术，只能希望欧洲人别在美国对中国留学生关门时，自己却敞开大门。看跟帖，德国的情况如出一辙，同样持续了至少30年。中国人已经从我们这里学不到什么了，因为他们早已窃取了所有他们感兴趣的技术，而我们领先全球的性别研究，对此他们却毫无兴趣。再往下，在我那个年代，慕尼黑工业大学也有大量中国留学生。如今回首，每个人都像是射向我们的一支箭，正是他们构建了中国的机械工程体系。现在为时已晚，我感觉他们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向我们学习的了。咱们看最后一条评论，对于那些在美国学习，直接或间接涉及国防及相关技术领域的中国留学生，确实应该加强审查。近期经验表明，中国人在窃取知识产权方面堪称世界冠军，且会立即将这些技术转手给共产党及其研究人员。中国无疑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企图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称霸世界。我们必须以这种视角看待该国及其政策，并保持警惕。好，各位，我总结一下，以上多家德语媒体的网民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中国人只会窃取技术，心甘情愿把窃取来的东西交给中国共产党。中国是我们德国的对手或敌人，所以美国今天取消中国留学生签证这件事是对的，德国也该这么做。这是近期观点最统一的一期节目，可见对中国的偏见与敌意确实在德国有民意基础，这也是西方媒体宣传的结果。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